下。接了，现在在高雄嘞。现在我们要开车，哎呦干，跟了，喂！还要马上要消音的，哔，哎，我们 Crab Van 这次又出发了，我们现在是往那个屏东啊。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记录过，我们去台中嘛，有去台南啊。希望那个前面那两支影片，如果没看的，赶快去看一下，对不对？然后这次呢，我们这次去那个屏东的职人町，小小的，然后但是那边聚集了很多有趣的人，对，职人部落了，这样讲。那我们今天也会在那边办活动，没有办法捕获野生的高雄市左转。你说，哎，等一下，我下来突然又变冷了，然后等一下，我现在是要往南。哦，你不能分心的，不然我们要开回去台南。往南。啊，上高速公路了，对啊不对啊 ？Anyway，他看起来是，哎，不对呢，他叫我走下面呢，只好开启直升机功能了，有没有？他现在是想插队，然后掏出我的球棍。等你，是吗？对啊，就旁边的手已经打开。啊，你怎么不下去？对啊，没有啦，我就讲的啊。对啊，我们这样走是对的啦，是吗？对啦。别搞了！对，我们现在快要到我们那个接下来目的地职人町。好，可以，你讲町，我讲町。好。然后呢，等一下呢，我们下来就会开始一一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我们这场活动有两个重点的单位啦，就一个就是吞一下口水，因为太重要了。一个就是66啊，他们是专门做一个球鞋修改，就像现在有做一些鞋包的修复。就之前我们其实有录过无话不谈，就针对那个球鞋改造，对，维修改造。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因为维修量太多的关系，大家也都知道，你可能都要经过预约，然后我们可能就一个梯次慢慢开放。那像是66就是我们非常推荐，如果你今天没办法来找我们，然后我们也推荐你可以去找66去做一个球鞋的维修、修改或者是改制啦，就是很多种玩法啊，你可以跟他讨论看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这次我们那个协办单位这次活动另外一个针对皮件的叫 Hero Leathers， 对不对？然后那个主理人阿红其实也是美式复古爱好者啦，对，同好啦。大家其实我们就简单来讲就是同好啦。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喜欢同样的东西，然后才搭上线。那我们现在就是刚好到屏东啊，除了他们会来我们活动以外呢，我们也会去他们的工作室拜访他们。OK。我们来到一个做皮件的基隆，我们来这边拜访我们接下来有访谈会出现的一个单位。屏东在地首富子，你看这招牌是很有氛围，真的非常。哎，老板在里面呢，对，你看在装吧。你不要到啊！你跟他打个招呼。阿龙，你好，hello，这样，不免俗的，收个头的。哎，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屏东职人町。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Hero 手作皮件的工作坊的主理人阿红，欢迎他。
稀稀落落，稀稀落落。然后就是我们的 Crowdfund 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除了到各地巡演、办讲座、接休息之外呢，我们也会拜访在地的职人。好，那今天阿红就是我们的目标了。没错。那我们首先问的就是，其实阿红除了手作职人之外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吧？我怎么说？我不知道。阿红他本身也是同好啊，对，美式复古文化的同好。但是想说是什么东西？阿红是不是那个 Take Five 的首位台籍员工？是不是台籍职人？对，没错嘛，对不对？所以其实阿红曾经也在台北上班过。对，对，我记得其实，在 Take Five 之前，我们其实有见过面。对，在那个版剧，那个是我想想看，2006年吧，2006年，对，2006 8年前，我那时候版剧那个是不良牛嘛，对，不良牛，那时候还是不良牛，哇，超久远的，就是这个名字会有点年纪，就是老屁股了，对。然后后来阿红就因为对美式文化的喜爱嘛，就进入 Take Five 工作，对，然后一直到现在，默默的也持续在这个文化上面，现在踏入手工皮件这个行业，对。那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样会进入手工皮件，怎么样开始做的？我最早应该是那时候还在台北工作，那时候就是对日本的皮件其实蛮有兴趣的，然后就是因为可是那时候的对于这些接触的，就是方便性其实不如现在啦。那时候就是你要自己去买书，然后你要在市面上买这些材料的管道没有那么多，对啊。可是有兴趣我就买书，然后自己跑去那种材料行，在货车站那边，对，去买材料，然后就自己开始玩了起来。所以工作闲暇之余，对，那时候有点像嗜好而已，对，那时候就是纯粹只是玩而已啊。我还记得有做一个，就是自己做一个短夹，然后以前那种概念是，就是会觉得说哇，皮要越厚越好。对，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超厚的短夹，合起来吗？合得起来，然后裤子塞不进去。每次要做前，都要电话机拿出来了。对，然后做了一个皮砖一样。对，然后算是最一开始的作品啊。对，以前其实都很喜欢厚的，其实像我们修鞋子也是，一开始会就不能理解说你皮用那么薄，做那么容易坏。你们常常修鞋，常常对厚以前早期的玩家的确对厚重有一个偏好，越厚越好。对，然后松针皮中底之类的。对，开始就能够理解说，你这个皮的厚还是有各个用，对的，实用性还是很重要。对，然后就是开始做之后，然后就发现怎么样开始好像可以靠这个来转身。对，那个是到比较后来回到屏东的时候，我想说就是可以做怎样的工作，然后就也算是把自己的兴趣当成工作来这样子来做。对，那这延续问一下，就是当自己兴趣变成工作之后，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碰到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就是你要跟很多现实面去妥协。对，就是不能只是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因为你就比如说我自己喜欢做，比如说短夹的是这个样子，可能不一定每个客人都这样子喜欢。对啊，就是你势必要去做出一些妥协出来。对，那可以跟阿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认为近期就是说有什么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作品就是有趣的，我自己很喜欢的啦，介绍给我们这个观众看一下。台湾零钱包。对，因为就是不知道，就是把台湾的自己的土地做成的一个小的零钱包，对，然后就是平常又可以用，还蛮方便的。这也是纸篓品了，对不对？对，都是纸篓品，基本上我也只会做纸篓品。它上面的皮纹蛮有趣的。对，因为这个是意大利的磨砂皮，所以它表面其实有经过处理的，所以它就是会有那种粗糙，有点旧化感，对。而且这个蛮有趣，它用久之后会整个变得很光滑，有时候会有点抛光感。对，我上任何东西我摸久就变亮了。对，它这个皮还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那个很酷这个对，那个小猪的这两个就被攻这个我好奇这个存满如果都放50块，你有算过它最多会存到多少钱吗？好像1万多。你有真的是自己投钱投到满里面？因为我2个小孩，一人各一只。
大只还是小只的？大只的，对，小只的就是放不了多少。可是他们还会丢钞票进去啦，所以就变得有点不准。哇，他钱取出来从哪里取？他有那个这要杀掉吗？他其实很多客人会问这个问题，可是因为他其实要拆很麻烦，所以他其实就是你这样子一压之后，他存没存呢？直接把它倒出来，这样子。一个也是方便的，对，瞬间本来就是一个自主的人，对，存都会存啊，会花就会花的，对啊，也不用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看到这个对不起，我刚才一直要拿，看到这个很吸引人，因为这个看起来超级工整，我刷在手里。好的，没关系。我这是直欧比的，对，我看我目前这个有旧化的案例吗？旧化，就是每天揉，每天摸。哇哦，这个是被你摸到很亮的。对，哇塞，这是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对，各位可以看直欧比的变化可以出来，就真的非常有趣。你看，你买的时候是这样，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你今天再摸个2-3年、3-5年变这样子，很漂亮，很有趣。这直欧比跟羊皮的有趣在这里啊，这个摸久的光泽感非常的美。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阿蒙的作品就是特别方式，因为大家知道皮是平面2D 的，但是透过手工去制作可以变成3D 的，像小玉也是把那个裁片拆成几片，把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形状，变3D 的，很有趣。就很高兴来到屏东，也谢谢阿蒙的时间啊，对不对？大家来屏东的话，可以搜寻一下职人 Hero， 对，没错，手作格子法嘛，我念错吗？手作，红手作格子手，格子手，就找阿豪，好不好？对，有什么需要定做的都可以嘛，对不对？都可以，没错，所以。今天的活动就是大家好，我是大手主持人，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就是这是我们公司的企划，对，职人。相信大家未来到这里都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想一起能听一些有趣的东西，了解一些以前的一些编制法等等的，然后边喝咖啡，吃个甜点这样。你这个鞋子当初在哪里买的？你知道吗？美国吗？我在台湾买的。这鞋子吗？因为这种军靴其实老实说，以前在美国大量，然后他们的价格啊都会蛮低的。对，那像这个的话比较少见，是因为一般军靴它都会有个盖子。如果你要用这种鞋带去做的话，我认为其实这种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刚刚那个屏东场的互动不错了，对，讲座真的是圆满结束。那我们这次来的大概就是20几个朋友，那我们就是整个咖啡厅都坐滿了这样子。那非常感谢屏东的各位，很多人是从台南甚至有台中来的，对对，最远从台北过来就是我们，对，没错啊，真的是太辛苦了。然后我们那个职人町那附近啊，也是非常多不错有趣的店家。对，如果大家吃饱没事，像我们那个咖啡，这次来的很多朋友都是说，哦，我家就在附近，我想要过来晃晃听一下讲座。对，大家有空可以去职人町那边逛一下。那我们接着呢，我们这个一天不打烊，好不好？接着就直接去
打麻将，不是，去66去 KTV 打麻将。啊，好，好乐迪，没错，我们就接着不打烊，直接冲去66，我们去欣赏一下他们改鞋的这整个过程。像我们开始就讲嘛，他们是等一下，我看不到路，哪里路？哦，惊死人有影啊，真正有影啊！哇，他们在台湾其实极少数，有在承接针对鞋靴维修改造的一个球鞋啦，球鞋啦，单位。就现在下雨，晚上又下雨了，那我们开车小心点。你开车小心一点，我开车小心点，好，我很小心，我刚才差点逆向啊！哇操！好，那我们就等等见。来到这个66工作室啊，对不对？进来就闻到皮革的味道。对，这边就主要是我们这个提到，就是这边以球鞋维修改造为主啦，对不对？是。我们等一下就会请那个66的阿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主要的业务，还有服务项目上。对对对，我就带着大家细讲啊，因为我们刚刚说简单提到嘛，那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机器啊，然后皮料啊，还有各种有趣的板。那工作室很干净诶，对，值得学习。对，确实是。好，我们请安怡出场好不好？要出场音乐。来，让我们欢迎66 Remake 的安怡，耶！大家好，继续啰，继续啰。就3个人而已。这个是我们这次那个屏东的 Crabback， 对，我们邀请到这个在地的职人安怡，屏东在地职人。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楦头，有没有？其实如果是玩家或行家，他们会知道，就是说这个楦头都是球鞋楦头。特征是什么？它的跟高落差比较没那么大。对，因为球鞋的跟高落差是比较低的啦。对，是，所以我们就会知道66安怡擅长的其实是球鞋的改造。这样的服务，其实在台湾算是少见，非常少见啊。请安怡来分享一下，在接球鞋改造，就是服务在台湾可能有什么有趣的案例，或者是学习过程是怎么样？安怡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好，就是我最主要的呢，就是在做就是运动鞋的改制，然后我们工作室就是接过蛮多就是不同运动鞋的改制，比如说像有篮球鞋的，也有足球鞋，这是比较特别的。那平常一般大家穿的 Converse 啊，或者是 New Balance， 其实也蛮多人会送来改制。一般来讲，应该都还是以鞋面是真皮的运动鞋或球鞋为主，对不对？对，就是像这个 New Balance 的话，主要它组成比较多是麂皮，不然就是磨面皮，或者是一些头层的牛皮。那以这样子的材质再去做改制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值得被改制的，因为它可能鞋面的寿命还可以再延续个3-5年至少。那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值得被改制。那如果像一些合成材料的话，我们检查鞋子的时候也会先跟客人提出来说，可以一并先把它换成真皮，那之后改完穿出去也比较不会有问题。对。那改造球鞋来讲的话，你有没有想要有趣的案例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这边刚好就是有一双足球鞋，再改到一半啦，就是它足球鞋原本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嘛，它的结构其实像你们2位就是都很常会分享到鞋子的结构，然后像这个就是它的大底其实是很软的，那带这个类似像鞋钉，那它是一体成型，塑胶 PVC 的，然后它的中底板呢跟这个插中它都是直接是一体成型，然后做蜂巢结构，所以其实它还蛮硬，这中间蛮硬的，就是铁芯的概念。对，这等于是从这边到这边，但是前面很好玩，软背。对，所以它这个加上去其实很好玩啊，但是它没有做钢包，前头没有钢包。对，那这一双客人就想要把它改成平常可以穿出门的，因为毕竟带钉子没有办法在水泥路上走啊，就是会蛮不舒服的。
因为其实运动鞋来讲，它其实是为了满足某一种功能性来讲好的。所以像刚才安逸举例那个足球鞋，它后跟是硬的，对，前面是软的。其实很多运动鞋它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其实要把它改成日常生活可以穿。对，哇，这个很多巧思对，太多细节要去调整的啦。对，就是可能像这个翘度啊。这个鞋底的翘度，我们都要特别去找那个鞋底，因为不一定每个都会适合。还有像看一下，这个有提过，这个也是就是 Converse 最常见，它的鞋底就是会它原本的大底，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还软 Q， 但是这边硬了，哇，超硬！之前他第一次给我改是加拉链。然后他很喜欢这个鞋子，所以就说那可不可以帮他把底改掉？那像我们猜这种硫化鞋来讲，最难的步骤是什么？勇哥真是问到好问题，我每次做讲到痛处啊！讲到改制，最头痛的就是拆鞋子，因为其实拆坏就死了。比如说硫化底或这个底，其实都很不好拆，像这种。穿过的鞋拿来改反而比较好拆因为已经有年代，对，胶水已经对不好了。对，其实拆是一回最难的一部分。那第二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刚才讲到，就是怎么跟客人沟通真的对，你要满足他的需求，然后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或者跟我们制作的认为的好的美感，对，要相互配合到。没错，要达到才可以完成一个作品。其实对于改制来讲，我觉得。麻烦归麻烦，其实有时候他今天要的一个特殊的料，会为了他去买一大堆，没错，也不是一大堆，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只卖你一点点嘛，你就要必须买一整块、一整张，但最后你这张可能只会否这双鞋子，然后你这个东西就越堆，这也是小工作坊的一个困难，所以你的成本就一直出现在那里，对，叠在那里，没错再有就是我们知道安怡曾经去。就是在台北工作过、上班过，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回到自己的故乡屏东来创业这样？就是讲比较实在一点，就是因为台北的这个物价比较高，然后我们做手工的，对不对？我们靠手工赚钱的，然后对，就是赚的钱可能都会拿去付房租，这是一个点，一个比较痛的点。然后又被戳到了，是对，要付很多房租。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设备机台比较多嘛，就是维修业，那相对来讲，乡下就是我屏东这边的这个空间也比较适合。找寻这样的空间，然后不会吵到邻居。这也是一个，这个台北很难会有这样独立的一个空间。对，其实很容易吵到邻居，然后或者是一些交味啊之类的。那就是我们这次 Prevent 来屏东采访，跟在地职人有人类的安怡做一些简单的互动跟交流。对，感到非常印象深刻。谢谢。你这边真的很干净、很整齐，然后有很多有趣的案例。那如果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然后你可能有这个维修的需求，对，有些球鞋有需要，这样不想做，有没有？改球鞋真的好累哦，蛮累的，真的。但是趁现在没钱对，趁着现在赶快找他，对，再久一点，搞不好就爱接不接了，对不对？对，就是暂停收件了，这样。对，时不时会暂停。趁现在，对，不然就会变跟我们一样，我们就直接停下来了。好，那么 Prevent 屏东特辑就到这边啦，大家收看，也谢谢安怡，谢谢。我们那个准备要回程了，然后辛苦我们那个司机大哥。昨天在66拍完已经蛮晚的啦，对，所以我们来不及录一个结尾，那我们就很简单了，回去的上讲一下感想好了。对，我们今天其实昨天尤其昨天我们在屏东场，我们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的 Prevent 里面最豪华的一次场地，然后就是准备的吃喝然后整个的感受，我觉得还有跟那个客人跟那个什么来宾的互动，跟以往的 Prevent 的比起来，就是今年这一次屏东场真的丰富很多了。对，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到新的地方、新的县市，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它会根据当地的人文特质会有点不一样。越往南，客制化一下，对，越往南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大家好像越来越热情。然后再往北一点的时候，大家就会内敛一点。对，上次其实台南也是很热情，相当热情。
热情。我个人是蛮喜欢我们在跟那个66还有 Hero 分享的那个，例如说创业这个历程啊，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台湾还是有这样子的手作职人存在，而且他们是都北漂过，就在台北或其他地方打拼过，然后最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贡献自己的才艺这样子。对，然后这次啊，其实刚刚因为我们在每次活动结束都有请大家去填写，我们都要去检讨嘛，然后我们这次怎么样啊，办得不好啊，像上次就有人讲说可能太热，那我们之后在找场地的时候就要稍微去做这样子的微调，对，所以那个如假设之后参加我们的那种讲座啊，希望大家还是帮我们填一下这个问卷。对，那我刚刚这样简单看一下，其实大家都反应是好的，那可能就是我们把大家喂饱啦，不会在那边对。所以每次这种问卷的那个回填都是对我们一种给我们的回馈啦，让我们有成长进步的动力这样子的。对，所以如果你想要见证我们有没有进步，你就每一次的 Crave 活动都记得一下问卷，然后都过来参加，有没有？就像有人会特地跟着我们，像之前就连续跟了3场，北中南能不能给你来一场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大家也可以觉得说，跟着我们啊，你就抽一天来陪我们，然后其他时间你就安排到处出去玩，对啊，也行，好不好？对，台湾各地都有蛮不错的地方，都有特色的。没错，我们其实老实说，我是第一次到屏东嘛。好，这个废话太多，我们接着那个有讯息看一下，手机看得到啊，客服的哦，就是那个我们叶大哥是吗？是叶大哥嘛，对不对？等一下回答好，等一下回答。好，那你这次屏东场，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怎么讲，算阿红吧，因为我算跟他认识，就蛮早就认识的。我们讲过嘛，2006年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 PTT 版，对，那时候其实还在不良牛是 PTT 2。那是更老屁股的那个的版，然后那时候版剧，然后就知道就认识这样，2006现在已经18年了，对啊。然后其实因为很早也知道他就是已经在做自己的手工皮件嘛，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可以到屏东啊去看看他，拜访一下，对，然后我很喜欢他那个棒球零钱包，他那颗球嘛，对，因为他真的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是坊间还是有人在做，但是我觉得他做的就是很立体、很圆，真的，我觉得完成度很高啦。因为我看过那个做棒球影片，真的，其实每个棒球真的都是手缝的，不是机器缝的，真的。所以他看过那影片，就是工厂那些那个师傅们这样刷，会有声音是不是太快了？也许我看的是有声音，快转版的有没有？刷。对，然后那就是真的要还原这个棒球那个缝线，真的也只能靠手。而且只要一针拉掉，哇，你那个就会扭过去，你就要全部拆掉，再重来一次，哇，那个很惊人呐。所以说，嘛，你不是想要功力不错啊，对不对？好了，来送给大家吧，抽奖好了。对，我们抽一颗原色的，给大家回去自己养。原色，好啊，还是要做个特别的啊。算了，原色就好，原色是养比较有趣的哈。对，好啊，原色比较跟大家可以产生一些连接啊。那我们其实阿红也有讲啊，他自己那颗球，他也是从肉色摸成深咖啡色，很有意思。对啊，好了，那抽奖的话，就我们看影片后，我们会把那个游戏规则把它字幕上去好了，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后，然后我们会把抽奖的规则跟大家讲，好吗？好，就这样子啦。那屏东Crave就是圆满啦，好不好？到此告一个段落，感谢大家收看啦。对，我们之后还会去一些有趣的地方，大家期待一下。